在一般的推理作品中，主人公往往都是警察、法医、律师这种刑事案件的圈内人，但本期的主角只是一个顶着爆炸头、毫无上进心的普通大学生，名为九能整。阿整每天无所事事，喜欢晒晒太阳，做咖喱饭，是个十足的社恐，没有朋友，没有恋人，独自居住，就是这样一个宅男，都能惹上一桩凶杀案。这天，警察突然找上门，说阿整的同学昨晚被杀害，他们将阿整视为嫌疑人。可阿整和那个人并没有什么来往，知道对方是个富二代，和自己私下却没有任何交集。但此案的负责人搜警官却拿出了证据，竟是有位目击证人看见阿正和死者起了争执。面对警察的拷问，阿正不仅不慌，还来了一连串反问，对的警察哑口无言。而这个普通大学生有着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超强的记忆力和敏锐的观察力。比如他在离开警局时，听见一位女警的猫咪死了，自己没来得及见最后一眼，很是伤心，但上司却认为他在摸鱼。阿整看出女警的处境很是糟心，似乎被同事们排挤了，于是第二次接受调查时，乘机安慰了对方，猫咪悄悄去世，只是不想你看见自己咽气的那一瞬间。还说自己的外婆也是如此。他淡淡的说着，平静又温柔，没有一丝一毫的煽情，但对于正处于悲伤中的小女警却是彻底破防，从而也对她有了感激之心。攻略完小女警后，阿正下一个目标就是那位年轻警官。他只是轻轻扫了一眼，就看出对方最近正与心思吵架。原来林青警官因为工作缘故，平时没什么时间照顾妻子，他为了帮妻子减轻压力，便主动为她倒了垃圾，结果对方毫不领情，反而还跟他大吵了一架。阿正听完直接气中要害，告诉他倒垃圾最麻烦的不是倒，而是垃圾分类。年轻警官听完瞬间恍然大悟，当晚就回家走了一遍流程，果然就体会到了妻子在家的不易。眼看阿正又攻略一个，苏警官只能亲自出马，询问对方案发当晚人在哪里。可即便阿正再怎么解释，苏警官也完全听不进去，继续让他接受第三次调查。有天一早，阿正见小女警只是在一旁打下手，连问话的资格都没有，足以看出他有辞职的念头。于是阿正用坚定般的眼神道出了小女警存在的价值。听到阿正对自己的肯定，小女警变得不再迷茫。可就在这时，苏警官突然闯了进来，亮出了新的证据。原来他们在阿正家附近的塑料袋里找到了一把沾满血迹的水果刀，上面不光有阿正的指纹，其刀上的血液也与死者完全一致。苏警官怀疑这就是凶器，没想到阿正却突然反问道。接着阿哲不慌不忙地给警方分析了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他用自己的刀亲手杀了人，第二种可能就是有人偷了他的刀去杀人，然后再嫁祸给他。但从结果来看的话，现在无法分辨哪一种词。试试吧。所有警官听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狠狠抓住阿正的领子，逼问他是否杀了人。可阿正即便被扼住命运的喉咙，他也没再怕的，只是淡淡的警告对方。苏警官气得大发雷霆，当场就要去阿正家速速调查，没想到对方却瞬间乱了马脚，苦苦哀求他不要随便进自己家。一旁的中年警官家长情绪有些低落，便给他讲了索警官的过去。原来索警官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为了抓捕犯人不惜牺牲一切代价，可谓是刑警中的楷模。但就在3年前的夏天，索警官的妻子和他的儿子被一辆车给撞死，凶手至今还未落网。正因为如此，众人警官希望阿正能老老实实自首，给他们减轻的压力。但阿正却突然回想起自己在上高中时曾在杂志上见过忠贞警官的脸，那时他因为将一个无辜的人逮捕归案，成为了众矢之的，后来也因此被降了职。中原警官直到现在还依然为那个人是凶手，因为他虽然年纪不小，但却是个资深的柯南迷，始终坚信着真相只有一个。没想到阿正却告诉他，真相永远不止一个。简单举个例子，如果2个人发生碰撞，其中一人摔倒受伤，一个认为是自己不小心撞到了对方，但另一个却认为对方长期霸凌自己，这回也是故意的。如果2人都没有说谎的话，那么他们所讲的就是2个真相。他们只是站在主观的角度出发，并认为自己的想法一定不会错，除非有个完全客观的上帝视角亲眼目睹了全过程，否则其他人无法辨别真相。可话又说回来，虽然真相可能有无数个，但事实却只有一个。警方应该专注于确认事实，而不是执着于解答背后的真相。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导致许多冤假错案发生。就在2人传话间，邹警官突然赶了回来，手里还拿着阿正向死者借款的欠条。他怀疑阿正是因为债务纠纷和同学产生了争执，所以才一怒之下杀死了对方。现如今人证物证俱在，这件事怎么看都与阿正脱不开关系。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虽说阿正被关在整整1宿，但他脑海里却在飞快地寻找对策。隔天一早，他找来小女警和年轻警官，委托2人调查一下房东的不在场证明，顺便看看家里有没有被撬过的痕迹。不久以后，2人给出了答案。他们发现阿正家里既没有任何异状，房东也从来没让别人进过阿正房间，而他在案发当晚又不在场，证明如此看来，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有人捡到他的钥匙，然后再拿去备份，而阿正却实在1年前曾丢过钥匙，后来被某人给送了回来。可阿正推的这个结论深信不疑，他委托小民警再去调查一下那个捡到钥匙的人，顺便还给他布置了一项神秘任务。至于结果究竟如何，这里我们先按下不表，再来看阿正第5次的审问。这一回，阿正选择主动出击。他记得自己在3年前曾听到那名约翰的同学提到过，自己考到了驾照，终于可以开车上路了。过了暑假以后，同学却对此事闭口不谈。阿珍怀疑同学应该是发生了车祸，甚至是撞死了人，所以才不敢再提及此事。阿正记得第一次接受审问时，他曾询问过2个警察是否认识目击证人，当时所有警官显得有些吃惊，而中央警官却表现得很正常。阿正当时又认为所有警官应该是认识目击证人的，所以才被问了个猝不及防。当苏警官提出自己要去搜索阿正家时，他能够准确说出阿正家里有壁橱和电脑，那么他又是如何确认的呢？更何况经过小丽这一番调查，那个将钥匙送过来的人正是苏警官，答案简直呼之欲出。眼看阿哲退役的天衣无缝，即便中年警官再怎么阻拦，所有警官最终还是道出了真相。原来自从他发现那名同学是凶手后，就经常会到学校附近转悠，结果看到阿正在与他打招呼，苏警官以为2人是朋友，便下意识地躲了起来。结果再一回头，竟发现阿正的钥匙掉在地上了，于是便有了嫁祸于人的念头。他先是买通了一位目击证人，然后用备用钥匙冲到阿正家，接着偷走水果刀和塑料袋，并把证据存在阿正的电脑里。之后他约那名同学见面，给对方最后一次机会，可同学却仗在家里有钱有势，以为苏警官只是来敲诈自己，根本就没当回事，甚至都不愿为此而道歉。可话又说回来，苏警官杀死他的真正目的，难道只是为了给妻儿报仇吗？回想一下，苏警官是个工作狂，为了工作可以牺牲一切。或许他平时根本没在意过家人，也没参与过儿子的活动，就连母子俩出了车祸，恐怕他也没去过医院。警官先是被人看破了一切，接着再次抓住阿正衣领怒骂，他根本不懂自己到底有多辛苦。可阿正却表示，自己虽然没做过为人父母，但他可以站在孩子的立场来看待此事。如果他是守警官的孩子，一定会这么想。听到这番话，苏警官彻底破防。然而更破防的还在后面。大家仔细想想，以上所说的这一切，真的是案件的真相吗？那个撞死苏警官妻儿的人，就一定是阿准的同学吗？这只不过是苏警官眼里的真相，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原来那名同学虽然是个富二代，可他在学校里也曾遭受过霸凌。他被社团的学长们当提款机，经常会以各种名义借给别人钱，车子也常常被学长们开走。苏警官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自己居然杀错了人。这时小女警突然赶了回来，说她找到了那位肇事逃逸的学长，对方因为害怕自己也被人杀害，现在正打算自首。这一刻，苏警官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他坦言自己是老来得子，因为害怕儿子被别人笑话，所以才不敢参与他的任何活动。眼看苏警官将要面对法律的制裁，临走时阿正突然叫住他，询问对方是不是天蝎座。原来他发现苏警官领带的颜色是天蝎座的幸运色，这说明他妻子总是祈求丈夫平安，一直在默默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可苏警官在家人死后，除了想要复仇，又真的为他们做过什么呢？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阿正给攻略了。所有警官找到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中，年警官最近处于审视那起冤案，而小女警也对这份工作更有信心。这个爆炸头男生刚一坐上公交车，就遇到歹徒劫持，可谁都没能想到，他居然缓缓吐出一句哈喽。时间回到早些时候，大学生阿正原本还在家里美美的煮着咖喱，结果小女警和年轻警官突然登门拜访，委托他帮忙解决一起连环杀人案。原来当地警方在深山老林接连发现了4具尸体，死者全都是惨遭活埋，窒息身亡。由于他们在死者身上找不到任何共同点，就连目标嫌疑人也没有，所以只能去借助阿正的力量。但阿正今天刚好赶到，3点之前去美术馆看画展。年轻警官见状，并给他写了张纸条，上面留有自己的联系方式。之后阿正急匆匆地赶往车站，结果不光在半路上掉了门票，还发现公交车行驶的路线越来越偏。紧接着那个迟到的歹徒就出场了，他先是要求大家交出手机，然后一一询问名字。快要轮到阿正的时候，有趣的一幕发生了，歹徒只说自己姓犬陶，但拒绝说出劫车的目的。与此同时，警方那边突然接到说是有辆公交车被人给劫持了。原来在歹徒搜集手机过程中，有位红衣女子提前给朋友发消息，让他帮忙报警。但警方那边通过一番调查，
发现附近公交车都在正常运行，于是便把这起报案当成了恶作剧。时间就这样一点点流逝。当公交车经过某处公园时，歹徒突然要求司机停车，让乘客们一个接一个的去上厕所。阿展一下车就发现公交车是被人伪造的，说明司机很有可能是他的同伙。于是他便将当前的情况写在明星警官留给他的纸条上，放在了一个歹徒看不到的位置。殊不知他前脚刚走，另一位神秘人就将纸条给撕掉。那么他到底会是谁呢？不久以后，公交车再次启动，由于司机起步比较着急，在经过某个路口时，差点和一辆自行车撞上。歹徒气得大发雷霆，威胁司机再不好好开车，自己就会杀了他。这时有几位乘客实在看不下去，便出言制止，但歹徒却反问众人，不能杀人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因为死者的家人会难过，也有人说这样会构成犯罪，会被警察抓走。可阿正却告诉歹徒，他其实是可以杀人的。阿正告诉歹徒，他们之所以不敢轻易杀人，是因为坐在这里的都是重视秩序、讲究原则的人。突然，他早就死过1万回了。歹徒越听越来气，举起刀子就要砍下阿正。关键时刻，他身后的金发男出手保护了阿正，而另一位乘客则趁机打倒了歹徒。正当众人感到安心时，那名乘客却突然捡起小刀，嘴里不停地向歹徒抱怨着。原来他也是歹徒的同伙，威胁众人乖乖听话。就这样，公交车在2人的指示下，一路抵达到某处别墅面前。阿正一进屋就发现墙上挂满了各种画作，底下还写着一个奇怪的名字。这哥俩似乎非常客气，不光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美食，甚至还打算留他们过夜。但阿成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果不其然，2人很快就步入正题。大哥说他们有个妹妹，早在3个月前就被人给杀害了，而他也正是那起连环杀人案的第1名死者。虽然哥俩报了警，但由于警方那边没有查到任何线索，2人便雇佣了私家侦探，得知妹妹生前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在这辆公交车上。由于妹妹那天是在终点站下的车，于是2人便买通司机，只见那些经常坐到终点站的乘客，从而救出里面的连环杀人犯。大哥要求众人纷纷输入自己曾犯下过的罪行，看看能否从中找到一丝线索。那个救过阿整的金发男事先表态，说自己小时候曾与一个关系很要好的朋友吵架，他当时随口说了一句你怎么不去死，结果对方后来真的就死了。说到这里，金发男似乎是想起了伤心事，不停拨弄着手上的项链，让阿长总觉得这其中必有蹊跷。接下来轮到另一位眼镜男发言，他说自己在上学时曾受过霸凌，经常被别人指使去偷东西，但他那会还不知道该如何逃避，于是便只能硬着头皮面对。可阿长听完就反问他，为什么逃避的人是你，而不是那些霸凌的人呢？阿正公眼镜男要坚信自己出问题的都是那些加害者，他根本没必要去逃避什么。攻略完眼镜男后，接下来轮到那位报警的红衣女人。她说自己前男友明明和她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却突然在某一天说自己再也不想当打工人了，之后就毅然而然地去了中国。这件事令她深受打击，总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可取之处。家长却告诉她，她前男友之所以能去中国，完全是因为那些她看不起的打工人还在默默努力工作着。眼看3位乘客都讲完了自己的故事，选堂兄弟俩也听得有点累了，便让大家先中场休息一下。红衣女子趁机跑到门前，发现大门并没有被锁上，于是连忙呼喊大家逃出去。可谁都没能想到，一位女乘客却突然拦住众人去，并大喊大叫地呼喊歹徒过来。这一举动不光乘客们感到懵逼，就连犬堂兄弟也很是不解。女乘客告诉众人，她一定要等到新闻媒体过来，自己才会逃走。毕竟她只有这么做，才会让家人们真正的关心自己。原来女乘客因无法生出孩子，导致自己在家里备受排挤，婆婆3天2头劝她离婚，而她的老公也不帮忙说话。所以女乘客真是想要个孩子，甚至打算到医院做人工受孕，但封建的婆婆却执意认为受孕与否是神的决定，她不能做出违反自然法则的事。听完女乘客的发言后，接下来又到了阿哲的嘴炮时刻。没想到这位不光是阿成的嘴炮，就连金发男也在一旁搭腔。他认为女乘客在经历这些事后，不应该是一味的忍让，而是要学会生气。他只有把情绪表达出来了，他的家人才会真正的理解他。了解完女乘客的故事后，接下来又轮到另一位大叔。他说自己因为要求太过严格，曾把某个下属逼到自杀，但他不觉得自己有任何过错，只是对方没有提前把实情告诉给他而已。除此之外，他的爱人因为总说自己寂寞又痛苦，便带上孩子离家出走了。大叔直到现在也很不解，难道这一切都是他的错吗？如果事情不说明白的话，谁会知道别人到底在想些什么？阿强认为，大叔在这个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肯定早就具备了察言观色的能力。最后轮到司机发言，他说自己小时候因为不小心摸了下父母养的金鱼，
结果就发现他已经死了。他害怕被父母知道，便偷偷将金鱼给藏了起来。孰料他话音刚落，一帮全副武装的警察就突然闯了进来。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小女警在回家路上无意间发现了阿哲的美术馆门票，她本想找机会归还，结果却始终联系不上对方。后来她发现阿展要坐的那趟公交车明明间隔有20分钟，但他前脚刚走，后脚就又来了一辆，令小女姐心中很是疑惑。更何况她还接到了那通所谓的恶作剧报案，于是她便开始四路调查有关公交车的新闻，最后终于发现了一辆在今天下午肇事逃逸的公交车。小警警随即赶到案发现场，果然就找到了阿正留下的纸条碎片，在街坊沿路监控，最终确定了他所在的位置。时间回到现在，陈汤兄弟面对如此多的警察，自然是举起手来乖乖就范，但阿正却突然告诉大家，在他们人质当中还有一个人也是歹毒的同伙。原来阿正在刚进屋的时候就发现墙上的画作是一个左撇子画的，但他观察了半天，却发现那个自称我路的大哥却是一个右撇子。而且虽然很多影视剧中刑警在与犯人交谈时经常会突然开始走动，甚至是背对着犯人，但实际上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除非那个人是你非常信任的人。面对阿展的层层逼问，纪凡兰承认自己就是我路，并表示那2名歹徒是他的堂兄弟。他为了能揪出杀死妹妹的凶手，委托兄弟2人上演了一出供他绝食的戏码。而那个4号纸条的神秘人也是他。我路在这段时间内一直都在观察中人的反应，就在那次中晚休息，也是他们故意设计的。我路发现这个眼镜男意志力最薄弱，很容易失去理智，而且他听到自己妹妹的名字时，脸色吓得为之一变，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凶手。没想到眼镜男却发了疯的跪在地上，拼了命的请求我路原谅自己，还说凶手不是他。原来他在案发当天发现我路的妹妹在车上睡着了，当时他发现对方的包包是打开的，周围还没有其他乘客，于是他便顺手偷走了钱包，让眼镜男欢迎。刚落那位无法生育的女乘客也突然向果路道歉，他说自己在临下车时，果路的妹妹曾紧紧抓住他的手，似乎是在寻求帮助，但由于女乘客心里也装着一堆烦心事，所以便装作不知情的样子离开了。听到这里，我就彻底感到迷茫，如果眼镜男不是凶手的话，那么凶手到底是谁？这时阿正突然把目光放在了司机身上，他见了女乘客从无意间碰到过桌子，当时食物摔了一地，是司机帮忙捡起的。阿正本以为对方会毫不犹豫地丢进垃圾桶里，没想到他却把食物塞进了地毯下面。在接到他之后所讲的故事，阿正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正当大家听到云里雾里时，司机也突然频频点头，表示阿长所想的与他完全一致。原来在案发当天，他以为所有乘客都下了车，便准备将车开回公司，结果却因为急刹车，无意间看到一个女人正躺在地上，似乎已经失去了意识。后来他一直等到后半夜，把女人埋到了山老林里。他认为只要别人看不见，这件事就没有问题了。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刚填完土，女人就突然将手伸了出来，似乎是在向他求救。但司机既然都做到这般地步了，只能是一条路走到黑。没想到经过这场事件后，司机居然爱上了这种感觉。每当公交车停到终点站，汽车上只差1名乘客时，司机就会主动追上去，假装要带遗失物给对方，接着又要让他们失去意识，最后才将他们活埋。司机又这样如法炮制，竟然杀了3个人，成为了一名连环杀人犯。那么随着司机的坦白，这起案件彻底宣布告破，其他乘客也觉得心有愧疚，纷纷表示不打算追究抢他兄弟们的责任。临走时，阿长单独约我路聊天，说他故事里的那个好朋友指的就是他的妹妹吧。他其实早就注意到我路的手链上有几块天使石，其寓意正是祈求原谅。没想到我路突然反问阿正：“你是不是有经常模仿别人的习惯？”这一刻轮到阿正被攻略了。他希望我路能和他成为朋友，还主动邀约对方到自己家里做客。我路虽然是一口答应，但没过几天，他就给阿正寄了一个快递，里面的内容令他震惊不已。案长随即将快递交给警方，结果却得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原来虽然警方证据确凿，足以给司机定罪，但他们还是得给对方做精神鉴定。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司机却突然被人劫走，而犬的3兄弟也下落不明，所以警方认为这应该是他们干的好事。阿正顿感无奈，他没想到我路会做出如此虐线的行为，担心自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对方了。在之后的日子里，阿珍每天都会想念着我路，而对方也在时刻想念着他。那么之前案件到这里真的就全部结束了吗？这天晚上，我路突然收到了一封奇怪来信，他妹妹曾在漂流邮局寄过一张明信片，而那里据说是能寄信给死人的地方。我路觉得事有蹊跷，便带着兄弟们去往邮局，结果却找到了妹妹的遗书。原来他妹妹患有心脏病，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认为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所以想要慢慢的死去。可我路却觉得这件事很奇怪，他妹妹平日里都很阳光积极，怎么可能会突然写遗书呢？他认为真相的幕后主使正是信里最后提到的那个名字。于是我路毅然而然的踏上了寻找真相的我行我路。
这应该是最倒霉的炸弹犯了。他本来已经藏好了炸弹，只需要等到爆炸即可。可谁都没能想到，命运却对他开了个玩笑。是的，你没看错，他不光经历了车祸，还因此而失忆了。炸弹犯一觉醒来，就看到天空正在下雨，便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了《山贼之歌》，刚好被路过的大学生阿正给听见，二人就这样聊了起来，发现彼此都很喜欢文学作品，尤其是在下雨天，都会忍不住吟出那首诗。人三网杂志所写的诗句，阿珍意识到对方很有可能是失忆了，并想着带他去医院做检查。除了炸弹犯就拦住阿珍，让他千万不要这么做。虽说阿珍觉得事有蹊跷，但他也没有多想，试着以聊天的方式帮对方找回记忆。阿准望着天空下的小雨，回想起自己曾看过一部名将四重奏的电视剧，他记得里面有句台词是说，人们看到阴天就说是天气不好呢。阿哲用自言自语说，地球上的水总量虽然在不断减少，但如果用氢和氧来合成水的话，不就有新的水资源了吗？孰料炸弹犯却反驳说，这样一来不就本末倒置了吗？爆炸一词像是唤醒了炸弹分的记忆，他开始在嘴里不停描述着各种制造炸弹的方式，而阿哲都注意到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时不时地盯着自己的手表看，最后更是吐出了惊人的一句。阿展听了目瞪口呆，毕竟他昨天才刚帮警方破获了一起连环爆炸案。原来他昨天接到小民警电话，说是有位炸弹犯在暗网上发布了爆炸发生地的预告，以及随机排列的字幕暗号。虽说警方暂时无法确定炸弹安装的具体位置，但由于时间充裕且范围很小，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炸弹。可在此之后，炸弹犯又发布了新一轮的预告，这次范围更广，时间更为紧迫，所以小女警才会请求阿正帮忙。可阿正却认为，炸弹犯之所以提前发布预告，肯定是想要表达些什么。就比如美国那位知名的大型航空炸弹客，他也会在爆炸前发布预告，而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父母对他过度的期待。他又因跳级而遭到同学霸凌，所以才让他变得如此愤世嫉俗。说了这么多，阿正其实早就解决了隐形的暗号。他发现第一枚炸弹装在一家名叫江户川的饭店，而暗号上的字母重新排列后，就可以得出黑蜥蜴的名字。而这让日本作家江户川乱步所写了一本推理小说，也就是说，凶手发布的暗号是小说的名字，只要他们能找到其对应作者，就可以找到安装炸弹的地点。顺着这条思路，警方果然就在一家名叫库恩的珠宝店里发现了新的爆炸物，而这次的暗号是美国推理作家艾勒里奎因所写的。Y 的悲剧虽说阿正破解了其中密码，但他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果不其然，警方很快又收到了新的预告，这回犯人所描述的区域比其他2次更为广泛，只是说在某个区的3层建筑将在下午3点半发生爆炸，并声称这是此生最糟的回忆之地。小女警随即用阿仲说的方法将暗号重新排列，果然就得出了 ABC 谋杀案这个答案，而这也正是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出名的小说之一。可当小女警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名叫克里斯蒂的茶馆时，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任何爆炸物。时间回到现在，阿正在得知眼前的男人就是警方呼呼找寻的炸弹犯后，随即将此事转告给了小女警。但警方那边正忙得不可开交，而且距离爆炸只剩下1小时时间了，他们暂时无法赶到阿正所在的位置。小女警请求阿正拖入炸弹犯，想尽办法从他嘴里问出线索。这时阿哲突然注意到炸弹犯的快了30分钟，对方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小时候总迟到，他的老师就让他把时间给调快一点。顺着这个话题，炸弹犯渐渐回忆起那位老师。他说自己小时候总是受对方照顾，很喜欢在他面前唱歌，而那首《山贼之歌》也是老师教会给他的。后来他们一起还学了3设计，老师爱带他去了东京铁塔。那段时间内是炸弹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正因为他与老师走得很近，遭到了许多同学嫉妒，最终老师还是被学校给调走了。炸弹犯说，他从小就被母亲抛弃，而他的父亲因为交到了新的女友，也渐渐离他远去。后来连最亲近的老师也离开了。说到这里，炸弹犯已经回想起了一切，表示自己之所以会制造炸弹，就是上天安排给他的使命。毕竟他从小就与别人与众不同。但阿正却像是想到了什么，说自己已经知道了炸弹的位置，并把此事转告给了小女警。炸弹犯听完脸显得不可思议，连忙询问阿正是怎么知道的。原来阿珍早就注意到对方既喜欢3拍子的华尔兹，又喜欢作者3号杂志，还将表调快30分钟。可老师去了3世纪，而他曾去过的东京塔，其高度也是333米，所以如果炸弹犯要乘坐地铁的话，那就是3号线银座线。除此之外，那附近还有一座牛岛神社，放的是牛的雕像。这也解释了2人刚开始聊天时，炸弹犯一直在强调诗句里的不是而是牛才对。所以综上所述，那个充斥着炸弹犯死生最糟糕的回忆，那他最想报复的地方正是他的母校。而他安装炸弹的具体位置，阿展心中也早已有了答案。
他其实早就注意到，炸弹犯总是随手画起三角形的符号，而那前2次爆炸的暗号，也是为了误导第3次的答案，故意设下的陷阱。事实与他所想的一样。警方果然是在音乐教室里找到了爆炸物，但阿正却忽略了最关键一点，那就是炸弹犯的手表要快30分钟。换句话说，真正爆炸的时间是下午3点，可现在只剩下了1分钟时间，眼看炸弹马上就要爆炸，还好到最后有惊无险，防爆小组顺利拆除了炸弹，成功解决了这起爆炸危机。随着案件彻底宣布告破，等待炸弹犯的将会是法律的制裁。临走时，他坦言自己名叫3传3000夫，并认为3是最神圣的数字。除此之外，他还表示那位老师就是他的母亲，只不过当他得知此事时，对方早已去世了。听到这里，阿成终于意识到，炸弹犯并不是因为遭受霸凌，想要炸掉充满糟糕回忆的地方，也不是像航空炸弹客一样想要被他人当成特殊的存在，而是另有原因。这一刻，炸弹犯彻底被攻略，最终踏上了赎罪的道路。而阿正也回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曾自言自语地说过，他其实很想疼爱阿正，可他却什么都感受不到。那么在这当中究竟曾发生过什么事呢？这些我们虽然还暂时不得而知，但阿正却在回家路上突然注意到地上有个手机，他本想将手机捡起，结果却因为小迷阵的出现发生了意外。当阿正一觉醒来时，已经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他发现五路居然给他寄了一个盒子，里面竟然是一枚戒指。难道这是求婚的意思吗？夜里，阿正自言自语地感慨道：“还好病房里只有他一人，不然他肯定会睡不着觉。”阿正万万没想到，自己平日里说的话要挺多的了。可这位老人居然比他还要话痨。他说自己是位退休刑警，最近一直在读一本名叫《沉思录》的文学作品。他说这本书是在这住院的一个女生送给他的，那人似乎非常厉害，能把整本书的内容都给背下来。除此之外，老刑警还神秘地告诉阿正，可阿正却认为人死后就跟睡着了一样，只是不会做梦，也不会再醒来。他根本不相信这世上会有不干净的东西。阿展一番话下来，似乎是勾起了老猩猩的兴趣。他打算讲讲自己所经历的案子。由于死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且作案说法也完全不同，所以一开始警方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直到第4名死者出院时，他们才在现场找到几根头发，从而确定了凶手是 A。可奇怪的是，虽说 A 与之前被杀害的3人均无关联，但他却声称自己不是凶手，而且即便是他做的案，又为何偏偏在第4起案件故意留下头发呢？听到这里，阿人说这些案件的凶手是……听完阿正的回答后，老刑警承认事实与他所想的完全一致。接着他不顾阿正阻拦，又讲起了第2起案件。这回是一位女子当街被人杀害，现场只留下了一个血脚印。随后警方锁定了几位嫌疑人，但却找不到任何凶器与证据。而且在案发现场附近就接连发生了进行入室盗窃案。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阿展听完，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凶手为了泯灭证据，故意制造闯空门的假象，实则是为了将罪证给藏起来。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一位居民因为刚好搬家，结果在无意间翻出了证据，这才给凶手定了罪。说完前2起案件后，老刑警又讲起20年前的另一桩连环杀人案。当时警方虽然已经锁定了凶手，但由于对方实在太过狡猾，他们一直都没能将他逮捕。直到某天，一位正被凶手盯上的女性联系警方寻求保护，结果老刑警因为某些原因迟到了。等他到了后，才发现那位女性已经死了，而他最要好的搭档也被凶手接连刺了2刀。后来他的搭档出院后就辞掉了警察的工作，准备接受妻子家的事业。至于那位凶手，也突然人间蒸发，不知道去了哪里，而这起案件也就成了悬案。所以真相便是，老先进的搭档其实有个想杀的人，也就是那位向警方寻求帮助的女人。于是他绑架了连环杀人的凶手，接着亲手杀了女人，并嫁祸给那名凶手，最后再将对方给灭口。而老刑警虽然不愿意相信此事，但他最终还是找到了足以给搭档定罪的证据。只不过他觉得自己也活不久了，就这样把秘密带进棺材里也挺好的。说到这里，老刑警不禁感慨，自己的一生都活得很失败。他与病魔的长期抗战，最后也是输得一败涂地。但阿正却觉得，为何大家在描述此事时都会用对抗一词，就好像必须要分出胜负一样，什么无法战胜病魔呀，最终没能冲过去啊，输给了疾病等等，这难道不是对死者的一种语言暴力吗？这一刻，老刑警彻底被攻略，他主动将那本沉思录送给阿正，并表示自己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可阿正万万没想到，他一觉醒来，老刑警就不见了，还从护士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真相。虽然阿展暂时还无法解释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发现老刑警最终还将搭档给举报了。之后，阿展在准备办理出院手续时，无意间看到留言板上有一条隐藏的信息，对方似乎是想让他3点去温室一趟。阿展急忙赶到地点，果然就在地上看到一串神秘数字。他联想起老刑警送给他那本书，便顺着数字寻找页码，再一一比对其上面的文字，最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
阿正刚开始还觉得只是恶作剧，但后来还是耐不住好奇，在半夜3点又去了温室一趟。这回他见到一个奇怪的长发女子，一开口就是一连串的数字。阿正只能翻看陈思路一一比对，最后得知对方想表达的是你已完成任务。阿正意识到她就是老先天所说的娜娜，将整本书都背下来的女人。可女人只说自己名叫莱卡，还没等阿正反应过来，又接连说了一大串数字。那么莱卡到底是什么身份？又为何会突然离线？在日本有这样一个都市传说，说是被家长虐待的孩子，只要把带有火焰的标记画在自家的围墙上，火焰天使就会帮他把父母烧死。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火焰天使只是一个抱着猫咪的男人，而在他身旁还有一位戴着墨镜的男子。这天晚上，他们一如既往的找到一个被父母虐待的孩子，告诉他只要这么做了，今后就不会再被父母给施暴了。隔天一早，还在住院的阿仲一不小心撞到了墨镜男，没想到对方毫不客气，居然还要求阿仲下跪道歉。一番小插曲过后，阿正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温室，准备去会见那位神秘的莱卡，可他却并没有找到对方的身影，只在地上看到了一串数字。阿正随即翻开陈思路进行比对，发现莱卡似乎想让他挖开温室里的某个花盆。好吧，原来这个突然闯进来的女人是医院里的护工。她说阿正挖出来的包包是自己曾照顾过的一位老人在临终前准备送给他女儿的，但遗憾的是，老人的女儿却一次也没来探问过，甚至在老人去世后也是漠不关心。护工因为舍不得扔那包包，并把它给带了回来，结果却在里面发现了一笔钱。他害怕被别人误会，所以才藏进了花盆里。可阿正听闻却认为老人的女儿之所以如此无情，一定是有他自己的原因。这时阿正突然想到莱卡留下的暗号，似乎是想让他在包的里面找找。于是阿正便让护工打开包包，果不其然，就找到了一封老人在生前写给护工的信。原来老人像阿正所想的一样，对女儿一直以来都非常苛刻。他知道是自己自作自受，所以并不怪罪女儿，而老人也非常感谢护工能陪他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所以那个包包和里面的钱便是他留给护工的一点心意。但很可惜的是，老人还没来得及说出实情，就突然因病去世，所以才造成了现在的误会。事后阿正不禁感慨，莱卡可真是神通广大呀，怎么啥事他都知道啊。他本打算去当面问问莱卡，结果却在一棵樱花树上发现了莱卡留给他的信，里面除了有一张带有火焰标记的照片外，背面还留下了一串地址。阿成感到非常好奇，并一路来到照片上的地址，结果却看到这里发生了火灾，而那些他所熟悉的警官也都在现场。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之前见过的墨镜男以及穿着睡衣的莱卡居然也都在这里。这时莱卡突然拿出一张照片，告诉他这是一起连环纵火案。原来早在1个月前，别的地方也发生了火灾，父母都被烧死了，只有孩子一人得救。而新的这起案件也是同样的情况。不仅如此，在这2处房子围墙上都被人给涂鸦了火焰记号，所以莱卡怀疑有人蓄意纵火。虽说阿正非常在意纵火案件，但他更想搞明白莱卡为什么要一直用暗号与他对话。于是阿正便找到自己非常敬仰的天塔老师，希望对方能解答心中疑惑。天达老师认为，莱卡之所以会做出如此行为，要么是想引起阿正的注意，要么就是有事相求。而这句话也及时点醒了阿正，他随即在樱花树下找到了莱卡，希望对方能说出实情。但莱卡还是继续充当着谜语人。还没等阿正反应过来，莱卡又说他的妹妹青叶子或许到那个时候就会看到。随后他带阿正到温室的泡脚池，似乎是想告诉他些什么。可阿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他连忙冲了过去，发现护工不小心打碎了花盆，而墨镜男正痛苦地倒在地上。原来墨镜男得了一种怪病，只要看见红色物体就会引发疼痛，就连苹果派他都不敢吃，所以才会一直戴着墨镜。当阿准回过神时，发现莱卡已经不见了踪影，他连忙跑樱花树下翻译莱卡刚才留下的暗号。一想到莱卡很快就会去世，阿正感到莫名的悲伤，便询问他到底想要自己做些什么。可莱卡却故意岔开话题，说明天就是平安夜了，希望阿正可以送他一个圣诞礼物。阿正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问题，一下子就陷入了苦恼当中。就这样，阿成想了整整1个晚上，最终他决定送莱卡张明信片，并邀请他以后一起去参加美术展。莱卡虽然没有一口答应，但在临走时也送给阿整一个红色的圣诞树吊饰。说完莱卡这条线后，咱们再来看看连环纵火案。警方发现类似的案件已经在半年内接连发生了4起，他们怀疑这位嚣张的纵火犯就是本集开头曾出现过的天使。原来在3年前的一起纵火案中，警方也发现了同样的火焰记号，而当时的嫌疑人就是天使。据说在天使10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死于一场火灾，而其火源则是香炉里的炭。后来或许是因为这场火灾给他造成了心理阴影，天使在死之后曾接连引发过小火灾，不过一直都没被人给发现。直到3年前的那场综合案中，监控拍到了天使的身影，后来他就被关进了少管所，于半年前被放了出来。
警方之所以怀疑他再度作案，一方面是因为时间上的巧合，另一方面是天使受母亲的影响，身上总是有股烧香的味道，而他们在新的这起案件中也闻到了同样的味道。除此之外，警方还在网上找到了一些关于火焰天使的都市传说，而他们在受害者的孩子身上也找到了被虐待的痕迹。与此同时，墨镜男突然回想起自己在火灾现场时，阿正似乎在一直盯着他们看，他害怕事情曝光，便主动找阿正套话，结果反倒说出了自己的秘密。原来墨镜男因为他的姓氏跟青蛙的叫声很像，所以他从小就被人起了个青蛙的外号。他虽然一开始很讨厌，但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说着说着，墨镜男还在无意间暴露了自己对那些人渣父母的恨意。阿正自然能提出话里的意思，他为了试探对方，便故意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据说在江湖时代，蓄意纵火是一件很严重的罪行。古人们为了惩罚那些纵火犯，居然会让山羊舔他们的脚底。这下墨镜男非常确定，阿正肯定是知道了什么。他随即把此事转告给了天使，并决定在下一次的纵火案中把阿正也一并给烧死。可阿正却早就察觉到了异样，他发现墨镜男除了极度害怕红色以外，对人渣父母的虐待行为更是表现得恨之入骨。再结合刚才他听到故事时的反应，阿正在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他随即将墨镜男的姓氏在网上进行搜索，果然就查到了一起7年前的纵火案。当时有名歹徒闯入受害者家里，放火烧死了屋里的夫妻，而本案中唯一获救的男孩正是那个墨镜男。虽说阿哲大概能猜出事情真相，可他万万没想到墨镜男居然会想要杀死自己。只见对方以帮忙准备圣诞派对为由，大半夜的把阿正给骗了出来。待阿正反应过来时，已经根本来不及了。阿正虽然头脑很聪明，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五渣，很快就被墨镜男给制服了。关键时刻，小明竟突然打来电话，而墨镜男因为没戴墨镜，无意间看到了红色的圣诞树吊饰，当场就摔在了地上。那么小女警为何会突然打来电话呢？原来阿正在出发前就觉得事有蹊跷，提前给小女警打了电话，但由于对方手机落在了车里，直到刚才才看到了未接电话，结果却无意间救了阿正一命。时间回到现在，阿正询问墨镜男他到底是不是火焰天使，可墨镜男却说天使那么漂亮，怎么可能会是他呢？阿正突然想到，墨镜男在之前经常提到一位抱着猫咪还穿着帽衫的前辈，于是阿正用番茄罐头做威胁，要求墨镜男带自己去见他一面。不久以后，阿哲一路来到天使的住所，一进屋就感觉后背发凉。天使似乎对阿正非常客气，还主动讲起了自己的过去。原来自从他父母离婚后，天使就一直与母亲生活，可他的母亲因为害怕儿子也像丈夫一样离开他，由原先的溺爱渐渐扭曲成了虐待。直到某天晚上，3楼里的炭引发了火灾，母亲当场葬身火海，而天使也就此逃了出来。他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也感谢火焰拯救了他。不过他突然想到，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很多与他有相同经历的孩子，于是他开始自称为火焰天使，而墨镜男就是他拯救的第一个人。原来墨镜男的母亲从小就对他很偏心，只喜欢他的哥哥，不喜欢他。可后来哥哥却因为生病去世，他的母亲便把怨气全撒在了小儿子身上。后来墨镜男找到了天使，请他帮忙烧死了自己的父母之后，就成为了他的信徒。而在此之后的一系列案件也是由他们一手策划的。听到这里，阿成觉得很奇怪，他们这样做表面上是在拯救孩子，可那些孩子在父母死后真的会过得比以前要好吗？事实上，天使在半年以前就曾见过一位被他拯救过的孩子，那人还一手建立了火焰天使网站。天使一开始很欣慰，以为对方是在延续自己的火之意志，可那人却告诉他，自己在父母死后其实过得并不好，他在学校里还是会遭受霸凌，与养父母的关系也不算融洽，每天还是照样活在痛苦当中。而他之所以会建立这个网站，就是想看看别人是过得怎么样的，结果却发现其中大部分人都与他有着相同的情况。天使听完本想安慰他几句，可对方却突然指责道，从那以后天使就感到无比后悔，毕竟他只想要拯救那些孩子，结果反倒把他们推入了另一个深渊。眼看天使情绪逐渐崩溃，墨镜男流氓向他支棱起来。原来当初阿展在火灾现场只看到了墨镜男一人在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可墨镜男却告诉他，那天他是和前辈一起来的，而且2人在仓库的时候，墨镜男又再次提到了前辈。阿展为了了解事情真相，便故意让他带自己去前辈的住所，并与小女子那边时刻保持通话，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事实果然与他所想一样，阿正刚一进屋，就发现墨镜男又开始自言自语，而电话那头听到的也只有2个人的声音，也就是说，墨镜男口中的前辈根本就不存在。这句话苏之点醒了墨镜男，他也终于看清了这个世界。
原来刚才房间里那温馨的一切，全都是莫静南的幻想，而在地毯上还留一大盆血迹。莫静南望着眼前的这一幕，终于吓得蜷缩成一团，开始一哭二跪三坦白。原来自从天使知道那些孩子过得并不幸福后，他就决定金盆洗手。可莫静南一直视他为自己的性命，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弃呢？更何况他在无意间撞见天使，居然在屋里削苹果，这件事更是激起了他的怒火。毕竟天使知道自己的怪病，从来没有带回来过红色的东西，但这一回却破了例。莫静南觉得自己是被天使抛弃了，于是一怒之下起了杀意。可他万万没想到，天使却在临终前告诉他，他知道自己其实并没有拯救那些孩子，反而还给他们造成了许多阴影。所以他为了帮莫静南克服心理障碍，特地学了苹果派的做法，结果还是被对方给看见了。这一刻，莫静南彻底感到崩溃，他没想到这居然是场误会，他还亲手杀死了天使。莫静南实在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才在后来分裂出了天使这个人格。时间活到现在，莫静南跪在地上痛哭不已，而那只猫咪也在不断挠着冰柜，似乎是想救出里面的主人。可那刺耳的声音却在时刻刺激着莫静南的神经，他连忙喊猫咪住手，但阿正却说这里根本就没有猫咪。原来在天使死后，莫静南因为自身无法照顾猫咪，于是便把它放在了主人身边。随着案件彻底宣布告破，莫静南问阿正到底是何许人也。阿正说自己只是名普通的大学生，但他想到将来成为名老师。可阿正万万没想到，他在不久以后居然真的成了老师，而且还结识了一大帮学生。但莫静南听完却表示，自己从小就一直被同学霸凌，而他的老师只当他是个不合群的孩子。不光如此，那位老师还当众叫了他的外号，甚至还表扬那些欺负他的同学。所以莫静南一直对老师抱有偏见。可阿正却严肃地告诉他，那个人渣的行为已经称不上是一名老师了。这一刻，莫静南彻底被攻略，决定坦然接受法律的制裁。而阿正也通过这一事件回想起了一些往事。当初阿正也像莫静南一样，是个性格孤僻、不爱说话的孩子。可那时，这位知心大姐姐教会了阿正如何去观察事物，今后该如何与人沟通。阿正不禁感慨，如果在莫静南的童年里也有一位像这样的人生导师，恐怕他也不会走上今天的这条路吧。但莫静南被捕后，莱卡突然拿着圣诞树吊饰，说他终于派上了用场。原来他早就知道天使已经死了，也知道后来的案件是莫静南一个人做的。而他之所以会捕杀阿正，调查死尸，是因为他以前也曾找过火焰天使，并为此而感到无比后悔。他想要彻底结束这个噩梦，所以才会找到阿正。